开头先抛一个反常识炸弹，你是不是也以为只要每天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体重就会乖乖往下掉？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真相，运动几乎不能帮你减肥。这句话听起来很离谱，对吧？但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哪个网红博主，而是全球被引用次数排进前100的科学家之一，专门研究肠道健康跟营养的医学教授。他写过5本相关书籍，发表过800多篇学术文章，2014年还创办了英国肠道菌群计划。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来蹭流量的，他是真的拿几十年的研究数据出来说话。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厨房里那些保健品全部扔掉。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先说说这位教授的来头，让你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他原本是研究骨科关节的医生，后来转去研究流行病学，也就是专门研究一群人为什么会得某种病的学科，比如新冠疫情期间追踪病毒传播的那些科学家，干的就是这行。后来他一头扎进一个问题，同卵双胞胎基因完全一样，生活也几乎一样，为什么命运却天差地别？一个得癌症，另一个健健康康，一个抑郁，另一个乐观开朗。他花了几十年寻找答案，结果发现真正造成差异的不是基因，而是他们肠道里那些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个发现彻底改写了他的研究方向，也让他成了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声音之一。这段研究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很私人的故事。他21岁那年，父亲毫无征兆的心脏病猝死，年仅57岁。当时他正在跟朋友滑雪，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那种我可能也会早死的恐惧一直跟着他，他甚至半开玩笑跟自己孩子说过，我可能也活不过那个岁数。几年后，他自己又中了一次轻微脑卡，3个月没法工作，没法阅读，整个人陷入低谷。也正是在那段最脆弱的时期，他真正钻进了肠道菌群这个全新领域。我说这些不是要讲鸡汤，而是想告诉你，这个人对为什么人会生病、会变胖、会抑郁这件事是带着真实的执念在钻研的，不是随口说说。好，现在进入第一个重磅观点，运动减肥基本上是个被夸大的谎言。教授直接说，长期研究数据一致显示，单靠运动几乎不能让你瘦下来。原因很简单，运动之后身体会本能觉得饿，新陈代谢也会自动放慢，试图把消耗掉的能量补回来，这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机制。运动对心脏、情绪、防癌都好处多多，这点没有任何争议。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减重，光靠跑步机是不够的，除非你同时改变饮食。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也太反常识了吧，是不是教授在乱讲？但他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旁证，过去几十年里，关于运动如何帮助减肥的研究数量，是糖如何导致肥胖研究的10几倍。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教授的解释是，很多运动相关的研究资金其实来自大型食品和饮料公司，他们当然更希望大众把肥胖问题归咎于你不够努力运动，而不是你喝了太多他们卖的含糖饮料。这个利益链条，他在书里也有详细说明。当然，这只是他基于资金来源数据的推论，你可以自己判断这个逻辑是否成立，但至少这不是空口说白话。那减肥到底该看什么？教授的答案是，别再死磕卡路里了。他说，几十年来都没有任何长期研究证明，单纯计算卡路里能有效减重并长期维持。原因是卡路里标注本身就不准确，餐厅菜单上的误差能到30%。更关键的是，身体对相同卡路里不同来源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他举了一个真实做过的对照实验，让2组人吃热量、营养成分完全相同的餐食，一组吃家常菜，一组吃超加工食品。结果吃超加工食品那组每天会不自觉多吃进大约200大卡，因为这类食品让人停不下嘴，大脑没法及时收到已经吃饱了的信号。这不是猜测，是真的有研究团队把人关在受控环境里做出来的数据。换句话说，食品行业一直让你盯着卡路里、脂肪、糖分这几个数字，可能就是为了让你别去关注食物本身的质量。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会让你想现在就冲去厕所，把柜子里的保健品全部倒出来看一遍。维生素。教授坦白说，自己以前也每天吃维生素，现在除了偶尔补充 B12 之外，什么都不吃了。注意，他不是随便说我觉得没用，他强调的是，做过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都显示，
对一般健康人来说，吃维生素补充剂基本是浪费钱，除非你有特殊疾病或饮食严重失衡。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提到像钙片这类补充剂，长期大量摄入，反而可能让钙沉积在血管壁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因为身体根本没法妥善代谢这种高浓度的单一补充剂。这个结论同样不是他凭空说的，是引用了已发表的临床研究。他甚至开玩笑说，吃维生素剩下的唯一好处，可能就是安慰剂效应，让你觉得自己在为健康努力，仅此而已。信不信由你自己判断，但建议你回头查一下他书里引用的那些研究，再决定要不要丢。那生酮饮食呢？这个话题在很多健身圈很火，教授的态度也很直接，作为短期手段，对某些糖尿病或肥胖患者或许有用，能帮助他们快速脱离药物依赖，但作为长期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不现实。原因是要维持真正的生酮状态，脂肪摄入比例要到70%左右，这对大多数人根本撑不下去，而且长期摄入种类极度受限的饮食，会让肠道菌群多样性变差，对长期免疫和健康反而不利。聊到这里，可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教授一直在强调肠道菌群这个词到底有多重要。他形容肠道里的菌群加起来重量几乎跟大脑差不多，这些微生物每分钟都在制造成千上万种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免疫系统、情绪甚至食欲。这听起来很玄，但他给了一个很硬核的科学证据。科学家把焦虑小鼠的粪便移植进健康小鼠的肠道里，结果健康小鼠也跟着变得焦虑。这说明情绪状态真的可以通过肠道菌群传染，不是空想出来的理论。对应到人类研究，抑郁和焦虑患者的肠道菌群普遍存在异常。更惊人的是，有研究显示，采用地中海式的肠道友好饮食，在缓解抑郁症状上的效果，居然比传统抗抑郁药物的缓解率还高。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冒险，但教授特别强调，他评判任何研究结论时，从不只看单一研究，而是看有没有足够多重复验证的数据支撑，这也是他做学术几十年的原则。同样的逻辑，他还提到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也就是 ADHD， 跟肠道菌群异常之间，目前也已经有初步研究在支持这个关联，虽然样本还比较小，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那具体该怎么吃才能养出健康的肠道菌群？教授给了一个很好记的数字，每周尽量吃到30种不同的植物性食物。这里说的植物范围很广，坚果、香料、豆类、咖啡都算在内，种类越丰富，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就越高。另外多吃发酵食品，像酸奶、泡菜、味噌，多选深色或带苦味的蔬果，因为这些颜色背后的多酚成分是肠道菌群最爱的养分来源。说到咖啡，这里有个很多人会误会的点。教授提到，大家总以为咖啡的好处全部来自咖啡因，但流行病学的大数据研究显示，长期喝无咖啡因咖啡的人，心脏方面也能获得类似的保护效果。这说明这颗发酵豆子里还有其他成分在起作用，不是咖啡因一个人的功劳。而且他直接说，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10年后的死亡率会更低，这也是基于流行病学大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那在超市该怎么挑食物？教授给了3条很实用的判断标准。第一，如果食物没有被包装过，基本可以放心，比如新鲜蔬果。第二，包装上配料表如果超过10种成分，尤其很多你从没听过的名字，那基本就是超加工食品。第三，任何标注低卡、低脂、无糖的产品，往往意味着厂商用了人工添加剂去替代天然成分，反而更值得警惕。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某些标注添加铁的麦片，把麦片打碎后，真的能用磁铁吸出铁屑，但这种廉价的铁根本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纯粹是营销噱头。他自己亲手做过这个实验。还有一个大家很容易踩坑的地方，无糖可乐、无糖汽水。教授直接戳破了这个幻觉，研究汇总显示，把含糖汽水换成无糖版本，长期来看，体重和代谢指标几乎没有差别。理论上你应该少摄入了几百大卡，但身体不会照着这个理论走，因为人工甜味剂本身并不是中性的，它们同样会影响肠道菌群，甚至会让大脑变得更渴望甜味，反而让你更难接受清淡的食物。这个结论是基于多个临床试验的汇总分析，不是单一研究拍脑袋得出的。
聊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些研究背后是不是有商业机构在支撑？答案是有的，教授自己就创办了一家叫 Zoe 的个性化营养公司，做过一项叫 Predict 的大型研究，找了上千名双胞胎，给他们吃相同的餐食，带上血糖监测仪，追踪2周的身体反应，再用这些数据建立算法，最后做出一套居家检测产品，目前已经有5万人用过。这点也值得你知道，他不是单纯的旁观学者，他自己也在商业化这套理论，所以听的时候保持一点理性判断是合理的。但他的研究方法本身，比如双胞胎对照、居家血糖监测，这些都是公开发表、可以查证的科学流程，不是凭空营销话术。聊到最后，气氛忽然安静下来。当被问到如果能对一位已经离世的家人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时，这位一直侃侃而谈的教授语气慢了下来。他说，他会告诉父亲，自己很遗憾2人从没真正好好聊过，也希望父亲能为现在的自己感到骄傲。他坦言，父亲是典型的上世纪60年代式父亲，从不参与孩子的生活，也很少表达感情。这种疏离感，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他后来拼命研究、拼命证明自己的隐藏动力。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你真的了解你每天吃下去的东西吗？运动、计算卡路里、吞维生素，这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健康常识，可能从头到尾都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当然，我必须老实说一句，这些都是这位教授基于他几十年研究得出的个人观点，科学界永远有不同声音，你不需要全盘照搬，但至少值得你回去查查这些研究，自己做判断。真正重要的，或许从来不是某个神奇的饮食公式，而是你肠道里那群看不见的微生物究竟过得好不好。如果这集内容让你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别忘了点赞分享给身边那个还在疯狂数卡路里的朋友，我们下集再聊。